大家好，我是坤。我们从开服以来已经给同学们分享过人界还有破局反序阶段神通的搭配选择以及实战释放顺序的建议。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讲讲混元合体期的神通，包括技能的过渡和成型搭配以及建议的技能释放顺序。这期比较长做了好久。在推荐搭配排序的过程中，还会详细为大家分析不同的情况可做的调整，以及所有选择背后的逻辑概念。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看完，也推荐同时了解两个职业的特性，一定会有一些帮助的，好吗？那话不多说 ，Let's begin。好，我们先来讲体修首先和同学们复习一下体修破局阶段的身形搭配在论剑环境呢，我们一般会选择昆龙手以及散修罗，双盾呢选择踏风以及御龙水。在研习的投入上呢，主要的输出技能以平摊加5的形式升级，全加5，然后全加10，再是全加15。那其中这个踏风呢，在这儿，它因为这个研习自带免疫效果所以也有一定投入研习的必要。其中每一级提供0.3秒的免疫在保证攻击技能全加5之后呢，可以投入一定资源，具体以自身的研习储备酌情投入。个人建议最终可以点至免疫2秒左右，也就是加6至加7。那御龙水呢，个人认为它的研习点至这个加1出这个法防加成即可。好，那在达到混元期之后呢，技能搭配会有2个阶段。因为混元期的最终成型搭配，我们会选择天暴法则提供的3个诛仙魔像。但是，一般情况下，在同学们刚上混元期的时候呢，就算之前每天道法果拉满除非有捡到距离6000级还是会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培养时间。所以技能搭配会分法则6000级前及6000级后2个阶段。那在体修上了混元后呢，宗门藏经阁开放不灭金身以及诛仙魔像的神通残篇，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将不灭金身点到65级以上，然后将诛仙魔像升至99级，并将普通修罗斩的研习重置给到它。那99级的诛仙魔像在研习加5的情况下就有900%以上的伤害并且自带减毁性抗性、移除增益以及免疫在效果和伤害趴数上都是碾压这个满级只有80级的修罗斩的。那这边我们稍微提一下不灭金身这个技能，体修呢还是建议忽略它使用双盾作为一个稳定保护。首先，不灭金身以及不灭金身水这种单纯给自身上一些增益的技能呢，在神通只有6个槽位的情况下比起攻击技能和护盾都是站不住脚的。那唯一可以考虑的也只有不灭金身火自带一个幻象，3秒50%的无视神通攻击乍看之下挺香的但是个人认为呢，还是不如护盾这种长时间且稳定的保护手段并且看到这个隔壁法修的太乙神光土一样的幻象，还有高巴数的伤害敌城诅咒他就是个弟弟你还觉得他香吗？好，那这个体修在法则6000级前的成型搭配呢，是昆龙手、诛仙魔像修罗木修罗水以及双盾。那在法则6000级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升级诛仙对应的天暴法则至6重解锁诛仙魔像图，还有火并且升级到99级，将修罗木和修罗水的研习重置给到他们。那诛仙火自带敌城玄印以及沉默诛仙土呢自带会神坤印以及致盲都是拥有高趴数且优秀效果的技能那最终的混元期的成型搭配就是昆龙手、3诛仙以及双盾。那这边多提一嘴就算这个之前说这个不灭金身这么踩，我们还是要将其对应的地煞法则到6重的因为这个诛仙土和火呢，前置条件需要临界的前3个技能都达到这个解锁，我们才可以学习。所以在最终成型前，我们还是要将冥王掌修罗斩还有不灭金身3个技能全部解锁3本天地甚至6重再开始升级这个天暴法则。好，那我们现在来讲技能的释放顺序。好，在法则6000级前这是我的技能释放顺序因为体修混元期仅推荐大家玩仙体所以这边就只讲仙体的顺序了。首先盾的顺序以御龙水优先可以开局加会心，然后是踏风增加双闪避，提高中间过程的闪避几率。在攻击技能上呢，开局释放1个主动古堡长距离秒宠物，
这边我选择囚龙级的原因是我们伺服器与我相当和比我高战的人他们的宠物是龟血特别厚，且这个技能带防御增益，一般至少要2个技能才能清掉所以选择囚龙级，高伤害爬树且自带移除增益让这个宠物裸体承受第2击。好，那如果对方选择的是狮子或者狐狸那也可以选择这个雀血剑或者天火印将更高爬树的这个主动古堡留在后面具体可以大家各自的伺服器的论剑情况而定那第2级选择的是修罗水拥有神通伤害加成还有驱散，让第3级爬树最高的昆龙手造成更高伤害。那如果对方用狮子或者狐狸呢，被你第1击主动古堡秒了，还能顺便给对方吃个驱散，好吗？那第3级昆龙手进入这个免疫时间保证这个仙灯可以顺利释放。那仙灯后呢是诛仙，继续拉长免疫时间然后是这个修罗木控制再接2个主动古堡，最后是法宝。那这边提一下法宝的选择起修在混元期除了这个仙魔法宝呢，统一推荐使用钟这个印是我买的也就是这个短 CD 的印。为什么呢？这个前期推荐用印，现在用钟呢因为人界及破虚反虚阶段论剑环境基本能在一套技能内结束战斗所以更高的伤害爬数更占优势。但是呢，到混元期甚至大成之后呢，战斗的时间会逐渐拉长频繁出现一套技能之后还在继续战斗的情况，所以更短的技能 CD 可以减少普攻的次数并且更好的配合仙灯的这个灼魂效果。好，那在法则6000级后呢，因为目前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但是在这里分享一下我的思路在目前顺序的基础上呢，用3诛仙替换所有的修罗斩我会将3诛仙呢连续放在仙灯之后并且这个释放顺序是5，然后是普通，最后是火。那我们来讲讲这个思路吧首先呢是土致盲加提高会心，然后是接这个普通诛仙继续拉长免疫时间，然后是这个诛仙火提供沉默，再是双主宝这个双主动古堡，最后是法宝。那大概率我们在法则6000级后呢，会开始使用第2件仙魔法宝也就是图。图的效果是不屈血量越低提供越高的减伤，那我们建议将图放在稍后面的位置。我个人呢应该会推荐放在2个主动古堡之后，那其他大致是一样的如果第1个主动古堡秒不掉对方宠物呢可以在2号位你去放一个普通的法宝补伤害。好，那这个是我个人的神通释放顺序的思路还是要呼吁大家这个越往后呢，这个技能提供的效果越多技能顺序面对不同的人效果不同这边仅是一个参考。那具体什么顺序才是你的最优解呢？还是要通过自己各种切磋实验去优化自己的技能顺序最希望的还是同学们可以通过我了解到不同技能的特性然后结合自己的情况然后学会灵活调整自己的技能搭配，好吗？那下面我们来讲法修。好，现在我们讲法修。同样我们先复习一下法修在反虚阶段的成型搭配在论剑环境呢，我们一般会选择风雪然后是镜花，然后临界的五雷金双盾选择这个御龙水和踏风。那在研习的投入上呢，输出技能同样以平摊加5的形式升级全加5、全加10、全加15。那踏风研习至免疫2秒左右御龙水研习加1。那在达到合体级之后呢，同样会有2个阶段，为这个法则4000到6000级的鹿神咒阶段和法则6000级之后的太一神光阶段并且法修的神通搭配对比体修会相对自由，可以选择的神通没有那么固定我们可以较为灵活的分析一下可以选择的技能范围。首先呢，这个法修上了合体宗门藏经阁开放鹿神咒以及太一神光的神通残篇。那在法则4000至6000级的阶段，我们会额外多出4个技能选择，也就是3个鹿神以及太一神光其中有2个技能我认为是必带的，也就是鹿神火自带神通增伤加致盲，以及这个
太乙神光破神除灵加沉默这边我们聊一下禄神咒禄神呢是一个前摇较长的技能本身呢会一定程度的拖慢这个技能循环，且3技能都为这个群攻，好吗？在伤害趴数上呢，会比起这个单体技能有一定劣势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没什么特色的这个普通禄神咒和提高坦度的禄神水个人认为作用有限，只有这个禄神火呢，因为优质的附带效果被纳入了我们的选择范畴，好吗？那在太一和这个禄神火之后，我们还有4个技能槽位，在反虚阶段的诚心搭配中呢，我会留下镜花，拥有法修当前阶段最高的伤害趴数还有这个五雷金控制技能呢，同样也无法割舍。好，那最后剩下2个神通槽位因为法修的仙魔和新法宝狐还有铠都不是攻击性的，他们实则抢在这个提高坦度的效果。那到了合体阶段，双盾则不再是法修的必备神通了，我们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择单盾那单盾的话，玉龙水和这个塔风怎么选择呢？我会推荐这个选择玉龙水因为这个塔风满级的护盾量为 43.8%， 而玉龙水呢则是 50.7%在使用单盾的情况下呢，还是推荐选择更高的这个护盾保护且这个玉龙水对沿袭的要求不高如果摒弃塔风的话呢，可以将塔风的沿袭投入到攻击技能中提高伤害量。那玉龙水的会心和净化效果呢，也会比塔风的闪避加成更稳定一些。好，那最后一个槽位呢，就要看大家的这个自身情况了。如果使用单盾的话这边推荐继续沿用风雪之术风雪的伤害还是有保障的。3群攻在八荒或者论剑开局进场都是利器且附带这个诅咒，作用到角色身上呢，还能限制对方给自己上这个增益，对吧？那另外这个15秒这个短 CD 在后期大家战线逐渐拉长的情况下有大概率能释放2轮以上综合来讲还是十分优秀。那如果你发现在论剑的环境下因为单盾坦度不足在输出打完前就要躺了，那也可以不用勉强继续使用双盾。那或者这个继续使用单盾的情况下呢，你去增加你这个仪的数量来提高坦度具体同学们可以这个视自身的情况来灵活调整，好吗？好，那我们假设单盾的情况下，法则4000至6000级的诚心搭配就是禄神火，然后太乙神光，然后是净化五雷金、风雪、玉龙水。那在法则6000级后呢，我们又追加了2个选择，太乙土还有太乙火太乙土一定是必带的，敌城诅咒还有最重要的幻象，50%几率免疫神通那刚刚体修就讲到不灭金身火在他面前就像个智障。好，那我们替换掉哪个技能呢？我个人应该会替换掉五雷金。五雷金满级600多%的伤害到后期逐渐开始不足以支撑这个伤害要求了，且这个比如体修在混元期开始技能出现免疫链控制技在一个低趴数的伤害基础上呢，个人认为是可以被替换掉的。那是否要使用太乙神光火呢？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在这个无沿袭的情况下，太乙土的伤害趴数 1002.8%， 普通太乙933%，净花1000%风雪844%，而太乙火仅有717.6%。且太一系列的技能同样前摇较长，比起净花和风雪这种几乎无前摇的技能也有一定的劣势且这个本身这个会心加驱散和太一这个普通太一的沉默太一土的幻象这种变态效果差距还是很大的。那你去拿它替换净花或者风雪呢，个人认为起到的效果反而会小一些那这边大家还是酌情考虑想用也可以使用，好吗？那这边我个人建议的法则6000级以上的诚心搭配就是太乙神光土、太乙神光、禄神火、净化、风雪、玉龙水。好，那现在我们来讲技能的释放顺序。
好，法修法则4000至6000级的释放顺序呢？因为法修、仙法和魔法针对不同刻度的同学选择不同，所以我们要分开讲先讲仙法好了。首先，仙法的护盾我们可以设置这个默认优先，好吧？那建议的顺序呢是玉龙水，然后是灵狐，然后是你自身数量的1，装备1的数量呢还是建议自己多测试标准的话一般是2个。根据自身的情况做一个增减都是 OK 的。那攻击技能呢，我会推荐起手风雪，然后是这个鹿神火双群攻清场的同时呢，风雪阻止对方叠加增益，然后鹿神火致盲加自身神通增伤，服务于第3级当前阶段爬数最高的净化第4级呢，推荐这个太乙神光减回抗加艺术增益加沉默这是因为预计对方被沉默的关系所以你不急着放五雷金的控制，可以插一个主动古堡，然后在第6级释放五雷金的顶身，然后再接2个主动古堡最后再是剩下的攻击法宝。那魔法的建议顺序是什么呢？首先魔法的护盾这边不建议设置默认优先，推荐将魔铠放在第1位开局直接开启12秒60%的减伤，且造成一定的群攻伤害，然后在2号位放玉龙水，然后紧接着是自身数量的1因为在魔铠的固本阶段呢，你是不能释放护盾的，所以将其他护盾紧接在后面不影响你在固本阶段持续释放攻击技能。然而在固本结束后呢，你又能在第一时间开启护盾 ，OK， 所以建议这样设置。那剩下的顺序和仙法是一样的风雪鹿神火、净化、太乙、主动古堡、五雷金、双主动古堡、攻击法宝。好，那法则6000级之后的释放顺序呢？首先仙法6000级之后的释放，如果仙法的仙魔法宝你还是使用1个壶的话呢，那护盾的设置是一样的。如果你开始使用灵山呢，推荐将灵山放在所有护盾的最后1位为什么呢？之前有提到混元合体后期甚至大成之后，战斗的时间会逐渐拉长，会频繁出现技能这个打1轮以上的情况。那如果将灵山放在比较前列的位置呢，容易在短时间一下将所有的护盾释放出去。那一下释放完所有的护盾呢，甚至直到那个时间结束，很容易出现没有护盾的空窗期。那这个对于法修来说就是相当致命的了。且灵山呢，强援为叠加的护盾额外提供3%的护盾值起不到一个质变，所以这边推荐放最后或者说第4就好了。好，那攻击技能呢，起手还是一样建议风雪加这个鹿神火，然后是净化。净化后呢，在鹿神火神通增伤还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接上爬数最高的太乙神光图并去拼这个幻象3秒的无视神通，然后我们接一个主动古堡，再释放太乙神光破神除灵沉默，再接2个主动古堡，最后是法宝。好，那魔法的概念和4000至6000级的顺序接近这个1号为魔铠然后是玉龙水，再是仪，这样放攻击技能也是一样，这个风雪、鹿神火、净化、太乙土、主动古堡、太乙2个主动古堡，最后是攻击法宝。那同样提一下，如果你在法则6000级之后开始使用铃铛的话呢铃铛的效果是这个群攻且后续群伤的神通与法宝造成额外35%的伤害，那势必是要将铃铛放在连续群伤的技能面前那我认为比如将铃铛放在太乙神光后紧接的2个主动古堡，如果是群伤的古堡呢，效果就会不错比如这个群妖正视图和灭魂剑亦或是起手放在这个风雪还有鹿神火的之前效果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呢还是推荐放在靠后的位置也就是群伤的主动古堡之前尽量不去动到前面的效果循环量，因为打2轮的话可能顺序会乱掉。那具体效果呢，大家可以通过到时候自己测试一下去选择自身的最优解同样呼吁这边仅是一个参考具体呢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各种切磋实验去优化自己的技能顺序，好吗？OK， 那今天就是关于混元合体期的神通搭配以及释放顺序的分享了这一期我写了5000个字写了好久。如果你看到这里觉得有所收获的话呢，
欢迎你为我按个赞吧，让我觉得是值得的，好吗？那同样也欢迎你订阅我吧，我很想你们的陪伴。如果你对游戏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给我，我一定尽我所能为你答疑解惑，好吗？那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